我终于踏上了旅程。爷爷笔记中那些有趣的故事，让我对这一路充满了无数的幻想。不知道我会不会和爷爷的笔记一样，遇到那么多光怪陆离的事。但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，我的人生正在随着这趟旅程翻开一个全新的篇章。我想像爷爷一样，把这一路的经历和感受全都记录下来。这会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吗？三叔，那个人到底是谁啊？怎么跟个哑巴一样？不要搞歧视，人家身手很好的。他能年轻帮得上忙吗？这个世界上，自以为是的人很多，深藏不露的人也很多。还有一种就是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的。你是属于哪一种呢？啊？哎，不是三叔。你好，我叫吴贤。各位老板，这边走。老杨，你是专门在这做向导啊？这平时有人来吗？有的，有的。现在年轻人都喜欢来大山里玩，是吗？到了，到了吗？到了。这是最后一程了，前面没有车也没有路了，咱们得坐船才能去你们说的那个山洞。那船呢？驴蛋蛋，这船工叫驴蛋蛋，这名字够奇怪的。驴蛋蛋，怎么来了一只狗啊？我们骑狗过去。咋能骑狗呢？这狗啊，是报信的。什么狗啊？李蛋蛋，这狗说：“哎，天还早，船工还没出工，咱们先歇会儿。”你真厉害呀，能听得懂狗说啥呀？好啊，好啊。我的姥姥！但是现在2点钟了吧？那个人干嘛还不开工啊？有那么自由吗？我们这儿就这一户船工，他想什么时候开工，就什么时候开工。这十里八乡的，村主任拿他都没办法。换个人呗，换个利索点的。你也想啊，你们外来人不知道，这山神爷啊，就买他家的面子。别人的船进进出出啊都出不来，只有他们家的船能进进出出，怪得很。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事？那要是其他进洞的人会被吃掉吗？这个洞会吃人的。村里的老人啊说，那山洞里面有蛇精，那船工的祖上据说是救过蛇精的命，所以才能进出山洞。蛇精这么悬，骗人的吧？反正年轻人进去探洞，结果一个也没出来。
应该是洞穴内部非常复杂，困死在里面了。那船工祖上是从哪里来的，老爷子？那我就不清楚了，这都上个朝代的事儿了，我不清楚。你怎么这么丑啊？嗯？你不洗澡了吗？不是刚从河里游出来吗？于大长，过来过来，这狗子队啊，去引船。怎么了，三爷？这狗的味道不对啊。对呀，很臭吧？这狗吃夜叉的。啊？这个老头也有问题，他一直拖延时间。我觉得他是等什么呢？可能要等到太阳再落一点。那个船工也是吃夜叉的，难道是吃夜叉的人扛不住大热天的暑气，所以要那个店才能出来？如果我猜的没错，那个是石洞。三叔，哎，三叔啊，石洞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，但我以前有次探险，曾经去过一个洞穴，有一个以前是日本人屠杀后用来埋人的，所以里面很多尸体。我们怎么做呢？就把鸡、鸭、狗绑在那个竹排上，然后在上面加一个摄像头，然后就把那个竹排慢慢送进去。我们准备了足够长的电缆，可是等到电缆都拉光了，竹排都没有出来，不知道飘到什么地方去了。后来我们就想把竹排拉出来，才拉了没几下，竹排突然就翻了。视频的最后只剩下半张怪脸，紧紧贴在屏幕上。那半张脸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后来发现那其实是只猴子。还有，你知道古代人怎么做吗？就是先让活人提前3个月或者半年，每天吃那些夜叉。那什么是夜叉？蝙蝠的粪便。总之，通过吃夜叉，让他们全身上下都充满那个蝙蝠的味道，再送他们进去。就是说，如果鬼见到他们，也分不出他们是人还是鬼。所以那个山洞只有船工能通过，是因为他们吃了夜叉。他是吃过夜叉，但我们没吃过。虽然这是封建迷信，但有这种传说，我们要小心一点。估计这个洞里会有问题。怕吗？还好，不怕。怕你就说呀，你可以不去的。没啊。小三爷，啊？你是不是傻呀？吃夜叉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三爷忽悠你呢。吃夜叉很寻常吗？来，我给你讲一个真事儿啊。你知道漠北曼乐丹有一座监狱，那个监狱里的犯人要是想越狱的话，必须得是3个人搭伴儿才能往出走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那座监狱建在了一座大雪山的深处。
我这，那漠北哪来的雪山？你小子一看就没好好学地理。漠北的最高峰，5881米的海拔。对，3个人往出走，一没装备，二没食物，走着走着，直到有一个人倒下。我问你，那2个人该干嘛？吃它，不吃就会死，对吧？吃饱了接着走，直到再有一个人倒下，那个人接着吃。所以最后只有一个人能走出这雪山。你们都从哪儿听到这么恶心的故事啊？一点都不恶心，因为你潘子说，就是从那儿走出来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嘿，潘子，你这个老梗还要用多久？好像每次都讲这个故事，但你这次讲的就跟我听那次有些地方不一样。我觉得是你心境变了。啊，三爷，哪儿不一样啊？我哪儿变了？不是。他来了，走，准备上船了。有几件事你们要记住，在洞里头千万要小声说话，不要看书，特别是不要说山神爷的坏话。那大概要多长时间才能通过？快的话5分钟，里面的水很急，快得很。那慢的时候呢？你看这水啊，有时候是顺流而出的，那我们的船进去的时候，它就是逆流的，那时间就慢，要15分钟。里面有很多湾，很险，而且里头黑灯瞎火的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千万要小心。不过对他来说，他干了10几年了，这点事儿用耳朵就行了。总之，进去以后一定要按我说的做。那打手电总不碍事吧？哎呀，不碍事，不碍事，但千万不要照水里，吓疯你们。怎么了？有水鬼吗？水鬼算什么？里面的东西说不清楚是什么。你们胆子大的话，自己看一下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运气好的话，你们能看到一团黑水；运气不好的话，吓死你们！你见过呀？我可没见过。这样，他个话语好不小心。他们来到阿沃塞提，他们都有问题。进洞之内啊，他妈不晓得要做啥嘞，就接点零子啊。
洞也忒寒碜点了吧？这个还算大的，前面还有一段比这个还要低。这儿还算大的。是，这是小段。那这要是有人打劫，这不是逃都逃不掉。三爷，这洞不简单呐。这个洞啊，有上百年的历史。这儿不能用火药啊。看着像人工凿出来的。人工凿，100人要凿10年以上。干嘛那么费劲凿一个洞？老爷子啊，这个道通去哪儿？前面有一座山，传说里面住着一个神仙。哦，给神仙收了道。有可能。但是刚才你不是说这里有蛇精吗？那神仙干嘛不把蛇精收了？哦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这是老一辈留下的传说，我也不清楚这是真的。编的吧？哦。黄黄，我们有5个人，他们才2个人。如果真当东西射了，阿不接得为数。如果他们真当有东西，肯定是有把握的。小鬼蛮灵光的嘛，到底是高材生。笑什么呢？你们俩？小三爷不一般，第一次出门就碰到这种环境，都没吓哭。可以啊，小三爷。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出来干活的什么样啊？我记里穿着开裆裤的时候就跟着三爷出来干活。小扯，你还能有我早？那我岂不是还得给你换尿布啊？你放心，等你老了，我肯定给你换。他的意思是你们不要再说话了，不要说话了，这种会出事的。出事？出什么事儿？我倒要看看这能出什么事儿。听，有人说话。人呢？什么人？哎，他们俩人呢？怎么回事？潘子，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，没听见跳水的声音啊。不对，刚才是不是有一瞬间我们都走神了？那也不能凭空消失啊！糟了，没有他俩身上蝙蝠的肉味掩盖，我们可能会有麻烦了。他俩肯定躲在什么地方？坐下，朝会翻他。那奇怪的声音来了。小心点啊！
水里什么东西？这不是一般人的手指。这种手，中国古武术的双指弹动。像连着这样的手指，可不是一时半会儿的功夫。刚才就是这个东西。这是龙狮！哎，老子还没审呢，你就给踩死了？这不是龙狮，这是尸鳖。这东西是杂食性动物。我感觉这上游一定还有很多这种尸鳖。三爷，这东西叫尸鳖，不咬活人吧？平常不咬，但饿极了，活人它也咬。你知道猎狗吧？一般饿的时候吃腐肉，特别饿的时候也会对水牛讨杠。但他们干嘛在这里游来游去？洞里的腐肉都吃完了？恐怕他们刚才是在逃命。逃命？我总感觉有东西过来，而且块头还不小。什么东西啊？你把话说清楚点啊！我们现在先别管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，现在应该先出去。进来还不到10分钟，现在出去还来得及。我觉得对，不行，先撤出去，然后翻山过去，时间上可能差几天，没有什么大碍。兄弟，你怎么看？他们有十足的把握我们出不去。什么意思？毒死了。三爷，要不然咱把牛弄下去，把这行李员推回去行吗？也行，你去吧。牛在船上根本站不起来，人家早就算好了，在这儿能毒死你。我去，混了半辈子，让俩村夫给玩了。三爷，我们低估他们了，他们很厉害。不是他们厉害，是这地方厉害。他们有把握，这里能把我们解决掉。
上岸。谁燃烛照亮世间设下的迷藏光，只换明暗离场，肆意流淌，看谁站过的地方，请举一百空千疮，看眼前罪证假象，假又何妨？怀揣着执念，万顷走向最宽容心肠。烈过碎过都空洞的回响，到最后尽情心与夕阳仍留在身上，来不及将故事做跌宕。有最崎岖的峰峦，成全过你我张狂，岸上清辉云野上尽飞过。最不傲的西山，静听过你我颂唱，世人惊险的桥段，不过寻常。光可寻来路艰险也可照前路坦荡，光不填残了世相，无需度量，看你计算的无常和你来时的彷徨，看终有勇气独当，人是荒唐，怀揣着炽烈，万顷走向最宽容